昊天，这个世间只有无止境的愚昧与杀戮。恭请昊天降临无身，共同摧毁这个破败的残世，缔造全新的纪元。世间颓靡，人性凉薄，这一生守护，皆是错付天下。昭明愿助昊天行事，恭请昊天降临。 司神稳定时空，司命稳定因果。该是你我配合的时候了。你可准备好了？无需准备。自鸿蒙起，你我早已配合数万年。 血之剑刺破一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越过的人也越快越远，不畏风雪，复制天下的志愿，为战胜不顾一切。开始即是结束，起点亦是终点。首尾相扣，周而复始。 生机便在相逢的那一线之间。倒是未曾想到，他们竟能悟出此法。 但妄图以人力抗天，实在自不量力。狂妄之辈该付出代价，那便让他们永远沉沦。万众敬仰的圣君，你真的了解自己吗？你将不甘。 愤怒、反叛藏在心底，就以为不存在了吗？不，魔尊就是最好的证明，他就是你的阴暗面。昭明是受万民爱戴的人皇圣君，而你是被世人唾弃的暗域堕魔。你是昭明的耻辱，是他最想摒弃的负累。天下需要的是圣君，而非魔尊。 人人道你高洁无私，但当众臣背叛，万民离心，你当真没有一丝痛恨？当你为了救世而与阿朱诀别，你当真没有一丝懊悔？你有嗔有痴，有怒有悔，你想永远清明，根本就不可能。阿朱期待的是昭明，穆雪玲等待的是谢雪晨，而你堕神魔尊。 无爱人，无亲友，只被人当作是昭明的恶念罢了。你的存在毫无意义。昭明心境成明，魔尊心结已解，怎么还会被昊天蛊惑？这世间本就没有毫无心魔之人，只要心中有所欲，有所念，有所执。 便会被昊天抓到破绽。再这样下去，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就会耗尽了。这正是昊天的意图。只要度过了这一炷香的时间，两方昊天便能重回各自的时空，重新主宰世间。绝不能让昊天得逞，得尽快想办法唤醒他们。法则盲区在时空之外，你我难以插手。
一炷香的时间快到了，若再不能诛杀昊天，世间将毁。南虚月，我有一计，我的本体是司晨神器，不受时空限制，我将混沌之力全部给你，你在此维稳时空，将我的本体送入法则盲区，助他们对抗昊天。不可，本体会随着法则盲区的解体而消亡。倒不如听我一计。什么？神器的消陨会让时空出现短暂的变化，法则盲区的通道便会再次开启。届时，你将自己和阿朱的意念送到法则盲区，而本体继续留在此地，维稳时空。神器消陨，你要干什么？燃烧本体，你会死的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我曾想，你我本为上古神器，该护的本是昊天秩序。这世间的存亡，与你我何干？直至我追随你下界，沾染了红尘烟火，感受到了世间的一点点温暖和欲望，我才开始动摇。或许这世间的规则可以被昊天制定，但人心最宝贵的情，是连天也操控不得的。我已深知自己不愿再做昊天的傀儡，更不愿见到你与这世间一同被摧毁掉。那雪，不，雪莲，我认识的你，从不会优柔寡断。你一直都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，而现在，你亦该如此。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。天涯明月心，朝暮最相思。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我能给你想要的，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穆玄灵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这万年来，你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，现在终是自由了。南虚，君以性命所托，
我定不负所望。醒一醒，不要被昊天蛊惑。昭明，别被他所惑。世间一切皆有正反，就像爱与恨、是与非、黑与白一样，日光照人便有阴影。你已经知道了真相，不管是过去，还是现在，我们都从未背弃于你。但错的不是日光，也不是阴影，更不是被照耀的你。你听他多会骗人呢！他爱的是正道之光，是谢雪尘。他此刻来帮你，也只是为了让谢雪尘回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看他多会伪装啊！他可是上古神器，他在神坛待了数万年。冷眼旁观了多少生死善恶？其实无情才是他的根本，规则才是他的宿命。你们呢，注定是人神殊途。我和你，是这个世上最懂彼此的人。我们都没有亲人，也都失去了爱人。我虽有阿朱的记忆，却不是他；你也有谢雪尘的记忆，却也不是他。我理解你，就像理解我自己一样。理解？错的一直都是你。你身为主宰，万年来漠视生命，屠戮世间，这一切行为与魔合一。如果昊天就是不仁，众神即是无情，那这世间根本就不需要你们。不需要我们？你好好想想，当年你庇护的人族背叛了你，就连你用血魄灵力温养的混沌珠，最终不也背叛你了吗？是他将你推向了万恶的深渊，他还有什么可相信的？万年前，你被天命镇压，从堂堂圣君沦落成了堕神，又有谁给过你选择的机会啊？昭明，行善还是为恶，一切都在你自己的抉择。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清楚。我们今日不惜一切来到这里，都不是为了自己，方才为了送我和阿朱进来。蓝旭月已经陨落，快清醒过来，否则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将功亏一篑。我因补天坠落凡尘，是你捂暖了一颗珠子的心，是你教会了一颗珠子何为爱。如今我已重拾了记忆和力量，这一次，让我与你并肩，将这些不公的昊天规则全部打破。你曾经向我索要混沌之力，我不愿交付于你，我只是希望你能认清你自己。现在，我穆玄灵愿以混沌之力助你斩破乾坤，重立天地。
至强力量互杀，两方昊天都已经彻底消亡了。那么你我又会是何结局？无论结果如何，魔尊与昭明，但凡有一人生还，都需回到万年前的时空，按照原有轨迹，重走一遍历史之路，以保后世不悔。此法未有先例，一切只能见势而为。谢雪尘的一魄，当真不存在了吗？本尊最后说一次，谢雪尘那一魄已被我彻底融合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比昭明多出谢雪尘的一魄，力量终有差别。若你们之间真的有生有死，活下来的那个可能会是你。昊天一亡，便是危机已解，世间得以保全。我死而无憾，但既定的时空因果已经存在，无法改变。后世的人、事、物都延伸和继承自万年前。万年前的重大历史轨迹，依旧不能发生偏差，否则整个后世人将坍塌。一炷香一尽，你会随着时空的复位而去到万年前。是否重走万年旧路，这一次最终的抉择在你。昭明，阿朱期待的是昭明，穆雪玲等待的是谢雪尘，而你，堕神魔尊，无爱人，无亲友，只被人当作是昭明的恶念罢了。你的存在毫无意义。你回来了。我并非你要等的那个人。我问你，用血魄温养我的，是不是你？教会我做人的，是不是你？送我糖果的，是不是你？偷换我魂书的，是不是你？留我一人在世上独活的，又是不是你？无论这世间认不认，我都认你。昭明，这万年来，你过得一定很苦吧？可我已不再是当初的昭明，我如今恶念缠身，
如果我不愿意重走旧路，只想与你相守呢？都依你，那我就做一回言而无信的小人。穆玄灵和谢雪晨，他们将无法重逢了。我们就代替他们，去看遍大好山川，看遍这个世间。哪怕被众生唾弃，我们这么厉害，谁敢骂我们？再说了，做一对昏君、妖后，不也很好吗？哪怕后续的世界被毁，我又没有见过以后的世界，我能看见的只有眼前的你。你这主子还是那么会逗人开心，但你也不必说这些违心话哄我。昭明，你独自经受了万年的折磨和误解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从醒。但我知道，无论万年前还是万年后，你总是把苍生、使命放在自己的性命荣辱之上。昭明，我相信你的选择，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，无论生死，我都会与你同行。所以，这一次，不要再抛下阿朱了，好吗？可我不愿让阿朱也变成经历万年仇恨的样子。时间不多了，该准备出发了。我会听阿朱的，从心，从心。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我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
万年前的决定是我做的，但承受万年之苦、之痛、之辱的却是你。这万年，辛苦你了。你经历的我经历过，你没经历的我也经历过，遭遇种种，步步走来，我发现我对这个世界竟还有眷恋。接下来的决定，就由我来做。今日，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没有神的允许，你竟敢！废话。请天命镇邪军，令秦勇士不得出，令人族再无此军。时隔万年，有句话一直想问你：当年若没有昊天，你可会选择赠我于荣渊？天命不设如果，此题无解。罢了，开始吧。会吗？不会。昭明邪君，逆天诛神，堕落成魔，朕与荣渊。既然眷恋这世间，便得好好守护一回。纵沉默，亦不悔。昭明邪君，废己私欲，逆天诛神，堕落成魔，神器联手，朕与荣渊。你有你的抉择，我有我的守护。无论多艰难，我都奉陪到底。他最后有说什么吗？他说不悔。都10000年了，他还是一样。那你呢，天命？你还会拦我吗？拦得住吗？你终究会走自己的路。那这回，我们就不打架了吧？昭明，谢谢你教会我何为人，何为爱，何为爱人之心。此去一别，万载遥遥，待与君逢。
从今日起，你的名字便是轮镜。我将逆转时空之力给了你，你便是司晨。轮镜，参见主神。如今一切都已回到了原来的轨迹，我也该随他去了。天命，谢谢你曾经数万年的相伴。如今昊天已逝，我也即将沉睡。你该去走属于你自己的路。希望万年后重逢，你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。好。你我存世数万载，看尽春秋，阅遍悲欢。本以为自己执掌命数，可到头来却也同样被命数所控。其实这世间真的需要天命书的存在吗？苍生万物，又是否该被天命掌控？你我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世间再无昊天，也不应再有天命书。天书已毁，天命不在，万物命途，因果自彰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，怎忍得彼此烟波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，愿今生盼得与你成说。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尽了缄默。青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雪尘，请随我远去世间的花火。我心田已凌风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我，只因你若锁。只有魔气才能让雪灵树开花。你是谁？请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。
牵动。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如。你不是说想要离开暗月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永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修炼、玩乐，不用厮杀抢夺，毒花酿酒，枕刀而眠。雪灵，半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雪灵，我心听你仿若桃花牵动。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。只因情伤我，只因你如错，芳华灼灼。只因情伤我，只因你如错，为我依托。你竟将9日之力凝于一瞬，冲破了玉阙禁制。雄渊困不住我，谢雪尘的玉阙禁制也困不住我，你的杀阵更困不住我。这天命术写尽了天下荒唐，就由本尊亲自毁了它。万年之痛，便从这一切祸根源头开始回起。天命神力的屏障，这一页到底记录着什么？神器不能有情，更不能爱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我要留在这里，等长明回来。当经脉从心口蔓延到指尖时，便会降下天火，届时就是萧远。我不想回神坛，我想做一回有感情的就人。为了这所谓的情，你宁愿死？如何用乾坤珠解昭明天意不可改，生死劫必有。乾坤珠只能转移伤害，如何转移？你与昭明之间必有一死。昭明，我喜欢你，想要和你成情，你愿意吗？神无关种族，无关血脉，有悲悯之心，守护苍生才是神。我也即将沉睡，失去所有记忆，无力再救昭明。我又将他的血魄投入轮回之中，等待千年万年后的生机与重逢。君天，君天还未认主，你强夺不得。未认主又如何？唯有本尊克制君天。万年来，你竟都在阳奉阴违，看来今天惩罚还不够。昊天，我便全然催动情劫命格，让你感受生不如死的锥心之痛。情劫诅咒发作，
神形俱灭才是终结，时间不多了，好好考虑，究竟是执行天意，祝无降临，还是在这冰雪中等待消亡？尊上，您此行可还顺利？用不用给您活络下筋骨啊？哎，尊，干什么？有没有点眼力劲儿？尊上这副模样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啊？那到底怎么了呢？你为何来？我来带你回去。匹夫之力，安能撼天？亦不能与天抗衡，若不止步，便将殒命。为了这区区凡人，欲舍上性命啊！万年来，我以欺瞒为方式，想要寻求破局之法。我甚至想除掉世间至强者，让昊天无法降世。可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
就算是除掉世间之强者，也无济于事。因为只要昊天仍在，就什么都不会改变。或许我是时候换一种方式破局了。你想如何？所谓棋局，执棋者费尽心思，以棋子为足，想在规则之下赢下博弈。可若这规则本身就是错的呢？那执棋者还要继续吗？你以情节操控我，以命运要挟我。如今我不逼你动手，我可以自己燃尽神魂。即便情节不发作，我也可以将自己诛杀。我可为你解除情结，不必用燃烧神魂相胁。昊天，你也有紧张的时候啊！我已解除情结，为何还要以命相搏？自损之法乃是下策。下策又何妨？从今往后，你休想再控制我。我即便神魂俱灭，也要回归自由。该思虑的倒是你。天命书随着我的消亡，将不复存在。你的那些天道规则，又该如何执行？愚钝至极，即便脱离吾的掌控，吾亦会很快降临世间。到时你便知道今日所为，尽是徒劳枉然。你何苦如此？我并不爱你。我也不爱你。我爱的是11年前狱中伞下的那个人。你相信吗？这个世上真的有人会爱上自己的回忆，爱上回忆中的那个人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是情？情是问不出来的，也许永远都不会明白，又或许在一瞬间就会明白。我叫风瑶，尘封的风，遥远的遥。若你当真失去一切，我也会陪在你左右，绝不离弃。
弃身正直，原来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待我竞争，不惜以身试身，以命抗天，而我却沉溺在这虚假的记忆中，怨了你万年。阿朱，你可会怪我？我怎会怪你？阿朱，你本是世上最赤诚的人，却遭强行改命，带着世人的唾弃和被安人背叛的记忆，苦苦挣扎，浮沉万年。这万年，你才是过得最苦的人。阿朱，这万年好长，长到我分不清何为真，何为假。我只知道，我当年庇护世人是真，如今痛恨世间也是真。但此时此刻，我突然很迷茫。若是昊天降临，众生毁灭，那于我而言，又是何种滋味？这滋味我懂。曾经的我，只是颗珠子，觉得世间万物与我无关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走近了你，我才明白世间对我的意义。为了一人，我愿意庇护世人，这便是你带给我的力量。如今，我将这份力量归还于你。在梦里，在幻境中，我曾见过你无数次。这一次，不过又是我的痴妄罢了。我的阿朱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无论何时，我都在你身边，在你心中。但你心中也不只有我，还有万物众生。无论是邪念蒙眼，还是执念蔽心，每当你困惑迷茫的时候，记得问一问自己的心，它会指引你寻得你想要的答案。能指引你的，不是我，不是任何其他人，是你自己。圣君昭明，堕神昭明，魔尊昭明。能决定你是谁的，只有你自己。答案其实一直都在你心中。苍野满阁冰烛挂月色，眼睛上盼的与你问问我的心。阿朱，阿朱，阿朱，阿朱！你终于愿意回来了。
一场，我以为一切尽在计划，却差点毁了一切。谢雪晨，原来在这场迷局里，我也并不清醒。接下来的路，不是抗人，不是抗神，而要抗天。听起来多像是自寻死路啊！但谢雪晨，你放心，我不惧，也绝不会退。芳华灼灼，只因情伤我，是因你如错，为我依托。你是何时知道风瑶身份的？血亲之间的感应是最难以琢磨的。我早就有感觉，只是他不愿相认，我便也选择了尊重和等待。可没想到，再也没有相认的机会了。只要这世间还有人惦念他，即便离去，也不算结局。那你呢？你会记得他吗？天命书静观万载，浩渺繁复，大多的人和事是记在书上，而非心间。但风瑶死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天命书上轻轻一句，淡淡一字，便会是这世人悲喜交缠的一生。是他的血，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世间的色彩，也让我明白，在这凡尘间，也有值得用心记住的人和事，即便无关于爱。这是昊天降临的前兆。昊天，天命，用燃烧神魂相携，便能阻止吾降临世间吗？我尊以窥见万年前的真相，凝成了极致意念力量。君天认主，至强者在线。不出3日，吾便能彻底降临，清剿这错乱的世间。是你在幕后操纵着一切。这便是天命，一窥不透的天意。冥冥中，你们每一次的所谓反抗，都将促成结局的必然。天命，安心等候末日的来临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昊天灭世，势不可挡。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？不。或许有一人尚可力挽狂澜。古蝶竟能脱离熔渊自行飞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异象频出，世间必有灾祸发生。各界均现异象，诡谲离奇，这末世之景，定是昊天所为。开始了。暗域都有如此明显的异象，人界只怕更加严重。战眼玉隐，在。你们速去人界寻得天命，将他带来暗域。是。
这毒物竟能溶解结界，灵力根本挡不住这毒物。楼主，退吧！撤！玄天门弟子，准备护法。先从这个结束钢琴，证明师兄，强行以法相之力抵挡，我们毒物反噬的。即便时间有悔，也不能在此刻放弃。我再一刻，便少一刻。好，先盟既为盟，便跟同进退，共生死。大家快上来！我们的大家族想要高破避难。大家放心，空舟的数量足够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别的地方救人。带百姓上浮云空舟。是。未曾想到，你我相见，也会有不再剑拔弩张的时候。万年宿敌，本该至死方休。不过，在末世之前，你没有相搏的必要。万年前的长明殿，你我曾下过一盘棋。那时下出了长生劫，无结果，无胜负。不如今日，你我再下一盘棋。万年前的棋局，你执白，我执黑。今日倒是有所调转。这世间本就不是非黑即白，就像当年的神祖，自诩天之正道，高高在上，却为神不仁，平造杀戮，根本不配为神，所以堕落成如今的暗族。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，从来如此。黑子白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本尊绝不当这棋子。也绝不会被昊天左右。世间万物本为昊天所创，你不想被左右，又能如何？天命书奉天行事，不也生了抚逆昊天的心思吗？否则你也不会应邀前来。既已来此，不妨直言。其实如今这浩劫，早在万年前便该发生。无人知晓昊天从何而来，何时出现。它像是一种规则，又像是一个永生于浩渺的造世之主。在昊天眼中，秩序重于一切。如今两界混乱，神气斗倾，四时失序，灾祸横生，仅靠你代行昊天法则力不足以。为世间至强者，可作无之载体，助无降临。昊天竟欲亲自旋转乾坤，补偏就弊。与其补错，不如重开。昊天足够强大，强大到不屑于修复世间的错乱轨迹。一旦运行失控，便会灭世重建。但昊天没有实体，无法直接来到这世间，只有通过附身至强者，才能降世。而你，
或者说昭明，便是昊天选定的至强之体。所以万年前，你将我镇于荣渊，并非顺应众神请命，而是故意为之。昭明上天弑神的那一日，便是他真正成为至强者的那一日。我顺势将昭明改命为堕神，镇于荣渊，这的确误了昭明万载，但这也是保全世间的唯一之法。你以为镇压昭明便能阻止吾降临？规则已定，秩序已存，至强之体不死不灭。无论如何阻止，如何改变，至强者终会再次诞生。直到万年后，昊天的灭世大计继续启动。看来万年的悲苦让你长了记性，懂得何为顺天而为。身为神器，本该顺应昊天，执行天意，这是我的使命，亦是我的宿命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学会了虚与委蛇，瞒天过海。可我一路筹谋算计，却还是阻不了至强者的诞生。制定着世间规则，却又受困于世间规则，荒唐至极。这世间本就一片荒唐。我自诩创造了善终世界，可我们存活的这个世界，亦如善终之化。我们又被善外的谁漠然窥视着？万年前，天幕破开，我驻混沌珠补天时，意外被卷入天幕之外的另一个浩渺时空。那是我第一次亲眼所见，天外有天。在那个天外的空间，我窥见了世界的秘密。这世间就如同画中世界，一切被冥冥中操控着，预设着。我看到了一切因果，看到了整个世间的缘起，以及最终的崩毁，才发现我们的画中世界渺如尘埃。我试图改变，却毫无作用。于是我又回到了这个世间，因为画中之人，也只有在画中才能做些什么吧。浩浩寰宇，不知何来，不知其往，总有些窥不清道不明之事。我常常想着，既有天外之天，那或许天外天在之外，甚至还有更强大的存在。但眼下，昊天就要降临，已是无人能抗之时。无人能抗，不代表无法可抗。你既愿意来谈合作，便是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。你既派人邀我至此，说明你也已经想到了破局之策。那不如看看，你我所想是否一致。昊天杀昊天。没错，能对抗至强者的，只有至强者；能诛灭昊天的，也唯有昊天。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想要布局诛杀昊天，怎么能少了我这个司晨神官呢？况且，我们一路同行至今，此番诛杀昊天，危险至极，我绝不会让你独自前行。
你我从混沌中诞生至今，你有那么多身不由己，却从未想过与我商量，总是自顾自地做决定。罢了，过去的恩恩怨怨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也不会再是孤身一人。而我们共同的目标也都是一致的，那就是消灭昊天。想不到，万年后的再次对弈，下出的依旧是长生劫。这棋盘并非你我在下，而是与昊天之博弈。世间规则本是昊天所设，这万年的因果，又何尝不是一处无休止的长生劫？在别人的规则下，永远无法克敌制胜，倒不如从此以后现翻棋盘，再无规则。这一轮，本尊要让昊天彻底消失。诛杀昊天的关键有三，环环相扣，不容有失。首先，昭明与本尊需分别在万年前和万年后的时空，迎接昊天降临己身，让昊天化为实体。而后，催动混沌之力与天命之力，将万年前与万年后的时空扭曲，拼接到一起，创造出超脱昊天控制的法则盲区，让两个昊天存在于同一时空。最终通过魔尊与昭明在法则盲区中的相搏，令两个昊天互杀消亡。此计凶险，变数诸多，却是唯一有胜算的方法。若要实现双时空昊天降临互杀，便需两个时空的我们跨越万年，并肩作战。唯有轮回境的时空之力，能帮助我们与万年前的自己进行对话，阐明一切，约定抗衡昊天之法。我已将一半混沌之力悉数归还，你可通过时空漩涡直接去见轮镜，取回时空之力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制天下的炽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。这一场主神，能见着一束花改变。轮镜参见主神。万年不见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。万年不见，主神也如当初模样，但是却变了很多。如今我的名字叫穆玄灵，这名字我并不陌生。当日谢雪尘扛下38000道罡风利刃的考验，来到这里，为的就是救活穆玄灵。他走时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了很多话，在我看来，不过2字：
无悔。过去的万年，我忘记了自己从何而来，忘记了主神的存在，忘记了我要等的人是谁。直到主神复归，我才终于明白一切。这万年等待，多谢你。世间万物自有使命，轮尽有幸，得主神之念，存世万载，看尽春秋。如今轮回之境，时空之力，归还主神。愿主神得偿所愿，世间和乐永绵。我已取回时空之力，可以操控轮回镜，连接2个时空进行对话，但要施展此法，有个前提，我们必须保证万年因果不变，否则一旦万年前的事情出现偏差，现在的世间就会发生崩溃。混沌之力可稳时空，天命之力可稳因果。届时我会和你一起，守护着世间，不被乱序影响。若创造出法则盲区，能维持多久？即便耗尽神力，也就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换言之，击杀昊天，就只有这1炷香的机会。若是2个昊天互杀消亡，那被其附身的载体，存活的机会也很渺茫。本尊若惧，此刻便不会站在这里。在杀昊天和从昊天之间，本尊选前者。开始吧。在杀昊天和从昊天之间，本尊选前者。开始吧。昭明，所以，昭明会独自上天施神，由此承担万年苦痛。倘若我早些帮他对抗神族，这一切悲剧是不是就能挽回？时空因果既已发生，便不可逆转，万不可改变历史的行进轨迹，否则后续的世界将发生崩塌。昊天降临，一切都是未知。若顺利，你我能在杀了昊天之后保住祭神。又或许，你我守住了世间，却要与昊天一同陨灭。庇护众生本就是我的职责，我这条性命早已不属于我自己。此局以世间为重，不容有失。切记，在昭明上天弑神前，务必要让昊天附身于昭明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创造出万年前的昊天实体，实现2个昊天的互杀之梦。届时，你需助他完成最后一步。昊天对我暂无猜忌，行事不难，倒是你已被昊天察觉背叛，更需谨慎。如今你已知晓了万年来的一切，你悔吗？那么你呢？承受了万年的苦痛，为何还会愿意为世间冒险？命途一改，恶念丛生。我手上所染之血，终归是该还的。我要还阿朱，还世间一个干干净净的昭明。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既已知会诀别，
就好好珍惜最后在一起的时光，不要像我一样，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。没想到，我和昭明天命的因，竟让万年后的你们承担了这苦果。是我对不住你。不，阿朱，我应该多谢你。是你耗尽力量，留下张明一搏，我才能遇见谢雪晨。谢雪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个很好的人。像昭明一样好吗？在阿朱心中，自然是昭明最好。但在我心中，谢雪晨才是独一无二，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他已经为救我而死，我就是拼尽一切，也要护住他的人间。未曾想到，万年后，竟要以如此破釜沉舟之法，才可对抗灭世之灾。看来我虽窥得了万物的因果，却未能料到真正的结局。曾经我也相信命数，但现在我更相信，真正的结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万年前的决定是我做的，但承受万年之苦、之痛、之辱的却是你。这万年，辛苦你了。鸿蒙伊始，我们便受昊天掌控。此番对抗昊天，实是生死难料。这一切，本不该由你来承担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况且，这是护住世间唯一的办法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会拼尽全力，为了我们誓死守护的世界，我会遵循既定的轨迹，一步步做。万年轮回，经历情劫，在于故人。你可有堪得？情究竟为何物？情。情是看不破的。困忧万载，仍看不破。果然啊，你我执掌命数，却注定终生无情。情无定义，因心而动。有些情是执着，是拿起；而有些情是释怀，是放下。放下。经历万年之久，若得人间烟火，现在我似乎相信，人定胜天。